Hello，大家好。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16阿罗汉尊者或者18阿罗汉尊者，在庙宇中更是有16罗汉或者18罗汉像在两侧供人参拜上香。不过，到底是16位还是18位呢？之后更是慢慢演变到500阿罗汉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最早是16阿罗汉，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在佛陀涅盘前，他们遵照佛陀的指示，直到佛法已没前，也就是弥勒菩萨下生成佛，不涅盘，常住人间，为了普度众生，守护佛法。而在唐朝初期，都还是16阿罗汉，直到宋朝文豪大家苏轼占18罗汉，跟18罗汉颂，开始盛行18罗汉。但后面多加的2位阿罗汉尊者众说纷纭，直到清朝时期，也就是乾隆年间，才确切的有了定论，分别是降龙罗汉尊者跟伏虎罗汉尊者。不过这16位乃至18位阿罗汉尊者都是真真实实确切的人物，还有到500阿罗汉则都是有名字的。虽然一开始只有描述宾头卢尊者与罗睺罗尊者等2位尊者的名字，在公元2世纪时，有位亲友尊者来自一个国家叫狮子国的地方，以现在来说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红茶闻名的斯里兰卡。他在法住记书中描述了10若阿罗汉尊者的名字以及住在哪里。之后这本书被唐朝玄奘大师翻译过后，16阿罗汉的名号广被流传，并被百姓所知道并尊敬。前面说到，佛陀涅盘前，16位阿罗汉尊者遵照佛陀指示住于世间，而且都包含了每位尊者的卷数。我自己大约算了一下，佛陀于西元前543年涅盘，现在是西元2023年。因为他们的出生年不详，所以这16位阿罗汉尊者已经存在于我们这世间2566年了。这讯息太令人惊讶了。他们遵照佛陀指示，守护着佛法，行走于世，并守护着大家。那就不得不介绍这些尊贵的阿罗汉尊者。不过当时玄奘法师翻译名字时，每位阿罗汉尊者名称都特别长，后人难以记住，所以用了每位尊者的特点来称呼他们。其中16位阿罗汉尊者分别是：耆路罗汉尊者，原本是优婆田王国的大臣，某天机缘到了，出家修行，证得阿罗汉果及6种神通力。但由于有一次显露神通力在大家面前，被佛陀呵责，要永驻世间，并永远护持佛法，不得涅盘。而耆路这由来是出家后，有天他骑着鹿到皇宫中，跟国王讲经说法，更是说服了国王跟随他一起出家修行。而尊者有2个特点，除了耆路以外，还有狮吼功，更重要的是童言鹤法，用在尊者身上完全不为过，号称狮子吼第一以及福田第一。欢喜罗汉尊者原本是一位古印度辩经师之一，也就是精通佛学的演说家。尊者论述佛理的功力尤其深厚，在演说时常带着笑容，因为辩论喜庆而远近闻名。举钵罗汉尊者的特点在于化缘时，因为常高举铁钵碗向人化缘，成道后大家便尊称举钵罗汉。托塔罗汉尊者，他是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一位弟子，因为塔是佛陀的象征。佛陀涅盘后，因为怀念师父，为了纪念与追随佛陀，所以随身携带佛塔。静坐罗汉尊者又称大力罗汉，因为过去是一位武士，因缘出家修行后，他的师父为了摒除他以往的打打杀杀的个性，并教导他学习静坐，之后后人便尊称他为静坐罗汉。落降罗汉尊者原本是佛陀的侍者，称号的由来，据传东印群岛的佛教就是因为他乘船渡江海过去传法的。骑象罗汉尊者，尊者的名字又称迦里迦尊者，因为迦里是梵文的象，象是佛法的象征，而迦里迦就是骑着象。原本是一位驯兽师，出家修行而成正果。少室罗汉尊者由于不杀生，广结善缘，所以一生无病无痛。他的名称的由来，因为很常带着一只小狮子在身边，后人便尊称他为少室罗汉。开心罗汉尊者原本是中天竺国的太子，因为弟弟想与他争夺王位，他便对弟弟说：“
我心里只有佛，而没有王位。同时扯开了上衣，弟弟见他心中果然只有一佛，便不再为难他。成道后，世人便尊称他为开心罗汉。探手罗汉尊者是第16阿罗汉尊者的弟弟，后来受哥哥的影响出家修行。不过由于前世恶业的果报，今生资质憨厚，在修行路上遇到了很多挫折。一开始经文都很难背下来，佛陀知道后便亲自教导教化他，并让他先做苦役，消除业障。尊者不但毫无怨言，遵照佛陀的指示，没多久心智大开，并证得阿罗汉果。名称由来是由于他打坐完会将双手举高，并长呼一口气，后世尊称他为探手罗汉。成世罗汉尊者又称罗侯罗尊者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，跟随父亲一起出家修行，更是10大弟子之一，被称为密行第一。什么是密行呢？就是他随时随地都在用功，一时一刻都不懒惰，也不和人说闲话，都在禅定，昼也精进，夜也精进。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修行，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入定。有一个关于尊者的故事，在厕所里入定。尊者小时候由于15岁才跟佛陀出家修行，但在之前都是在皇宫中，也不懂什么是守规矩。有一次因为调皮捣蛋，就被其他比丘关在厕所里。古时候的厕所不是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坐式，还有抽水马桶这种，里面就是挖了一个坑这样子，环境糟糕，还有虫。不过他被关进去后没有嫌弃，竟然度化起厕所里的所有虫，还能在味道难闻的环境里入定。后世也就尊称他为成世罗汉。阿尔罗汉尊者是一位理论家，所谓修行最重要的是6根清净。6根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而尊者以耳根清净闻名，所以他的形象会是以挖耳方式呈现给后世。布袋罗汉尊者虽然名字前面2个字很相像，但尊者不是布袋和尚哦。据传称号起因是因为原本他是一位古印度专门捕蛇的人，常随身携带一个布袋，上山沿路抓捕，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行走山间的人不慎被蛇咬伤，所以通常抓不到的蛇会拔去蛇口中的毒牙后便放生。后来因为发了善心，证得阿罗汉果，而他的布袋里面是用来装蛇用的，与布袋和尚布袋里面装的东西是不同的。芭蕉罗汉尊者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一，诚敬好学。据说由于喜欢在芭蕉树下禅定打坐，证得阿罗汉后，后世便尊称他为芭蕉尊者。长眉罗汉尊者，尊者的前世是一位修行僧人，但修行到年老时，头发也脱落了，便剃掉2边的眉毛，仍然没有修成正果。圆寂后再世为人，所以尊者的特征是生下来时就有2条长长的白眉毛。后来有人对着他的父亲说，释迦牟尼佛也有2条长眉毛，你的儿子天生佛像。于是尊者的父亲就送他入寺庙出家修行，终于证得阿罗汉果。他们罗汉尊者，尊者的标志是手拿一个锡杖，他是佛陀的亲信弟子之一。由于当时他化缘，常常用拳头敲门喊里面的人出来布施。某次化缘时，因为对方大门腐朽，不慎弄坏了对方的门，导致要道歉认错。于是尊者就回去请教佛陀，佛陀就告诉他，送你一根锡杖，以后出去化缘时，就用它在门上摇动，有缘的人自然会开门出来迎接，如果不开门，就换下一家。这锡杖也就是我们现今很常看到的，有些僧人都会拿着一根锡杖。降龙罗汉尊者又称迦叶尊者，据传苏轼认为《法周记》的作者庆友尊者为17罗汉尊者。传说古印度有位龙王用洪水淹灭那揭国，并将佛经藏于龙宫。后来降龙尊者降服了龙王，取回佛经，立了大功，故称他为降龙尊者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对降龙尊者这个称号很熟悉？因为在《济公外传》中，济公就是降龙罗汉尊者的转世。降龙罗汉乃是佛祖座下的弟子，法力无边，助佛祖降龙伏妖，立下了不少奇功。伏虎罗汉尊者又称弥勒尊者，
传说中，伏虎尊者居住的寺庙周围经常有饿肚子的猛虎长啸。伏虎尊者把他自己的饭分给他们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猛虎竟然被尊者驯服了，还常和他一起玩耍。因此，他经常被人们尊称为伏虎罗汉。介绍完了18罗汉这么多，你们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罗汉尊者吗？所以，能供养到一个阿罗汉尊者是很难得的。他们也许正在某一个深山密林的山洞里禅定中。在一开始前面有说到的500阿罗汉，500这个词在印度古代很常是用来形容比喻非常多的意思，跟8万4千的意思是一样的。500阿罗汉经文里并没有特别记载，但是来源有不同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都是跟随释迦牟尼佛传法的500位比丘弟子，或者是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迦叶尊者在佛陀涅槃后召集讲经集解参加的500位比丘。还有很多说法，其中有2个我觉得故事很感人。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记载，在南海附近有一棵枯树，非常的大，洞穴中有500只蝙蝠居住在里面。当时有一行商队入境此处，因为太阳快下山了，便在此处做短暂休息停留。天色慢慢暗下来后，夜晚风大寒冷，于是商队便生火取暖。其中有一位商人因为太冷了睡不着，便起身念诵佛经，而栖息在洞穴中的蝙蝠被佛法吸引，没有发现到因为风大，火苗吹到枯树上，导致整棵树都烧起来了。由于这500只蝙蝠深深被佛法吸引住，就算火已经烧到了身上，也强忍着不能离去。之后，这500只蝙蝠因为听闻佛法的功德，成功转生为人，便发心出家修行，全是喜欢听闻佛法的功德，每一个都聪明领悟力不错，而且很快证得阿罗汉果。佛陀与随行的弟子们在前往王舍城的方向前进时，在象山附近短暂停留。途中有一个以前仙人居住的陵院，里面有以前遗留的草庵。当时里面居住着500位苦行僧人，这500位苦行僧人已修行许久，并证得5种神通，但他们年纪已经非常老，驼背，白发稀疏，到了必须仰赖拐杖才能行走的地步，走一步就气喘吁吁，咳嗽不断，而且非常的瘦弱，就像油灯枯尽一样。但是由于他们过去所种的种种善行，只剩这一世了，一旦有机缘遇到佛陀，即能证得果位。但是他们尚未听闻佛法，还没有得到断除一切烦恼的智慧，所以不涅槃。每一个都坐在土窟里面禅定修行，等待机缘。这时佛陀知道这件事后，怜悯这500位苦行僧人，想要去度化他们，于是便到他们修行的土窟外面给他们开示，并讲了偈言。佛陀说完偈言没多久，当时这500位苦行僧人顿时领悟真理，漏尽一切烦恼，每一个人皆证得6种神通力。于是他们便从所居住的土窟中飞身而出，诚恳地头面顶礼佛陀，礼拜后随即腾空飞起至虚空中，做各种神变，并使出3昧真火，把圣身烧了，进入涅槃。而舍利子从虚空中落下，佛陀聚集了500阿罗汉尊者的舍利子，与比丘们一起建立了一座舍利塔。而前面一直说到的证得阿罗汉果，什么是阿罗汉果呢？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，阿罗汉翻译成中文又叫杀贼，就是杀除烦恼贼。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应供，因为已经断除烦恼，证得阿罗汉，应当受人间供养。而出家修行所证得的果位，依修行以及境界不同，可以分为4种，分别是初果，又称须陀洹，证得后永不入三恶道，但还需天上人间往返7次。2果又称尸陀含，就是人间一往返，因为还有些因缘未断除，还需要天上人间再来一次。3果又称阿那含，意思是不还果，不再需要到人间，居住在5境天中修行禅定。4果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阿罗汉果。台湾全国供佛斋僧大会是每年1度都会有的，而且都会留有一桌位子是要给阿罗汉尊者的。佛陀说，在千位僧人一起受供养，
必定会有一位真的阿罗汉尊者前来应供。所以，如果有幸能供养到阿罗汉尊者，真的福报非常的大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再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！